我们总听说定投纳斯达克、标普500，或者是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是通往财富自由的快速路，但你真的分得清楚它们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定投它们？它们到底哪个才是最适合你的？我们知道，如今定投指数是全球投资界非常成熟的投资策略，但很多不懂行的朋友觉得他们都差不多，都是美股大盘，随便投哪一个都行。其实并不是啊。真正的风暴来临时，你可能才发现你投错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纳斯达克100指数暴跌了83%，有人熬了15年才回本。2008年金融危机，标普500指数暴跌了55%，很多人在最低点绝望离场。新冠爆发引起全球的恐慌抛售，一些人崩溃了清仓，还有一些人稳稳的定投，接住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放水，坐上了通往财富的快速列车。今天的视频有点长，但全是干货。我会用真实的历史数据以及危机中血淋淋的故事，把这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纳斯达克100以及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维这4个定投标的彻底讲透，哪个选择最适合现在的你？危机来了，哪个会让你睡不着觉，而哪一个又可以让你长期躺赢？很多新手小白觉得投资圈说的定投纳斯达克指数或者标普500指数就是拿着钱直接买，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啊！我澄清一下，指数是直接买不了，它是一个统计完一大堆股票以后得出的数字，它不是一个可以买卖的股票或者资产。绝大多数人想买指数，都只能去买跟踪这些指数的基金啊。我在后面会说明跟踪指数的主流基金都有哪些。首先，我们要先捋清楚这4个定投的主流标的都是什么。标普500也叫 SP500 Index， 是标准普尔公司挑选的美国500家大型上市公司组成的指数啊，每个季度都会对这500个公司进行调整。比如有一些连续亏损、破产或者市值太低的公司都会被这个指数踢出去啊，新崛起的表现好的公司也会被加进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评估机构给出的一份优秀公司名单，而这份名单包含了科技、金融、医疗、消费、能源、房地产等等几乎所有最重要的领域的500家公司啊。这个指数既不激进也不保守，是最能代表美国整个经济基本面的一面镜子。从1957年正式发布到现在，如果算上股息再投资，长期年化回报率大概在10%左右。它就像是一个稳重、阅历丰富、不会轻易情绪化的中年精英啊，不会在牛市里飞得最高，但也不会在熊市里摔得最惨。它长期向上的趋势经历了将近70年的认证，非常的可靠，所以深受保守型投资者的喜爱啊。那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它包含了所有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的公司，3000多个公司里面既有超级巨头，也有小型成长公司，包括生物、科技、互联网等等行业。其中科技股占比最大，超过63%，它的长期年化回报大概在12.4%左右啊。纳斯达克指数更像是一个充满激情、情绪波动很大的年轻人。牛市的时候，它飞得比谁都高，而熊市的时候，它摔得也比谁都狠。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纳指。但是，当我们真正想定投纳斯达克指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纯粹跟踪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基金非常少，因为3000多家公司太多太杂了，跟踪的误差和费用是非常不划算的。所以在实际的操作中，投资者往往是用它的精选版本，也就是纳斯达克100指数。纳斯达克100是什么呢？它是从纳斯达克指数的3000多家上市公司里选出市值最大的100家，但它其中剔除了金融公司啊，主要集中在科技成长型公司里头，比如说大家熟知的 Max7 7巨头，苹果、微软、英伟达、亚马逊、谷歌、脸书、特斯拉，就这7家公司就占纳斯达克100指数的50%以上。它就像是一支由科技巨头组成的精英小队啊，它的平均年化收益将近14%。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从2015年开始，标普500就再也没有跑赢过纳斯达克100，而且我们可以往后看，这一差距越来越大。
但是我们知道，高利润是有代价的，那就是它的波动更大，下跌更疯狂。如果你定投纳斯达克100指数，那么你投资的本质其实就是在押注美国甚至全球的科技创新能力，会给我们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回报。最后一个主流的定投标的是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注意，这个不是指数，是一家控股公司啊。我来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是控股公司。我举个例子，我们知道，比如一家普通的公司，它的业务是开一家奶茶店，它每天要自己去进货，要去制作，然后在柜台去卖这个奶茶。但控股公司就像是一个幕后的超级老板，他买了很多这样的奶茶店、便利店、糖果店，然后请人统一管理这些商店，而他自己呢，只负责去选择买卖哪家商店和做一些重要的决策啊。所以控股的核心就是买下更多的公司，找人来管理，自己当老板来赚钱。而伯克希尔就是这个超级老板，巴菲特自己都曾经说过很多次，他喜欢买那些即使是傻瓜在经营也能赚钱的好生意，然后用时间为他积累财富。咱们看看他都买了哪些公司啊？可口可乐、石油、加油站、物流、保险、铁路、电力等等。这些公司一持有就是几十年，无论什么危机来了，人们都要喝可乐，要运输货物，汽车要交保险，我们每个人要交电费，普通必要的消费就是他每年稳定的收入。从1965年巴菲特接手伯克希尔开始，到2024年年底，伯克希尔平均每年的收益率大概是20%。大家注意，这是将近60年，它每一年的收益率都能达到20%，这是非常夸张的。而同期标普500只有大约10%，伯克希尔整整高出标普500 1倍啊！他就像是一个经验极其丰富、从不追求热点的老船长，核心的投资秘籍专注于安全、确定性、护城河以及长期复利等等。说到这里，大家就能感觉到区别了。标普500代表的是整个的美国经济，纳斯达克100是高科技精英小队，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以美国科技为主导的全球科技风向标，而伯克希尔是巴菲特主动管理的价值投资机器啊。接下来我们把这4个定投的标的放在同一个历史舞台下，用真正的牛市和危机来检查他们的表现啊。首先是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危机，这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是最经典也是最残酷的一刻。上个世纪末，互联网概念爆发，各个互联网公司的涨幅极其夸张，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根本就没有盈利，只靠讲故事就能融到钱，股价就能翻倍啊。2000年3月10号，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触及了5312的历史大顶，随之而来的是长达2年半的泡沫破裂，直到2002年10月，纳斯达克指数大约跌了78%，纳斯达克100更夸张，接近83%的跌幅啊。而标普500相对温和得多，同期只跌了48%。那伯克希尔呢？他在这段时间反而上涨了61%。之前被媒体和投资者嘲笑不懂科技的巴菲特，在这一次危机中证明了，在泡沫破裂的时候，价值投资和充足的现金储备才是真正的保护伞。而那一年定投指数的投资者，就算你咬牙坚持没有离场，但是你也损失了大量的时间成本。要知道，纳斯达克100重回原来的高点花了足足15年的时间。如果当时你定投的位置很高，中间会经历长达10几年的账户浮亏啊！因为受不了这种长期折磨，彻底离开市场的人不计其数。而那些坚持定投标普500或者伯克希尔的人，痛苦虽然也有，但恢复得更快啊，而且对情绪的冲击也没有那么大。这说明了什么？科技股的高成长意味着高脆弱。当叙事崩塌，从梦想回归现实的时候，无论你投资了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还是投资了纳斯达克100，你都会遭受最沉重的打击。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联想到现在的 AI 呢？这是不是科技股新的轮回？ AI 会不会像当年的互联网泡沫一样的爆掉？评论区写下你的观点。下面我们来看看，如果不是科技泡沫，
而是整个金融体系出现了危机会发生什么。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也叫金融危机，是房地产泡沫引起的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级崩塌。贷款和高杠杆导致拥有158年的大投行雷曼兄弟倒闭整个信用贷款市场被冻结，标普500从高点暴跌55%，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9%，而纳斯达克100和巴菲特的伯克希尔也都差不多因为这一次是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大家几乎一起摔倒。所以说，当整个金融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定投哪一个标的都是一样的。好，我们加快进度。2020年的新冠疫情来得太快了，这4个定投标的的跌幅都差不多将近30%。但不一样的是，因为疫情加速了数字化、居家办公，科技公司反而受益。随后，美联储迅速推出了无限量化宽松，市场微型反转，开启了新一轮的牛市2020年全年，纳斯达克100大涨将近48%，而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因为保险业务受到疫情的冲击，表现明显跑输了其他的指标。大家看出来了吗？不是所有的危机都是一样的。当危机加速了某一个领域的增长，而这一个领域就会更快的恢复，并且创新高但大多数定投投资者总是因为短期的暴跌就离场，反而错过了反弹。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可以回想一下当时自己的心态是不是也有过想要卖掉一切的冲动呢？评论区留下你当时的想法。好，聊完了熊市，当然要聊一聊牛市了。在牛市里，它们的差异更加明显。之前我说过，年化投资回报率是从这个标的有史以来整体的每年平均回报，而从金融危机以后，美股迎来了超长期的牛市。我们可以来看看这张对比图。由于科技发展的加速，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纳斯达克100从2009年开始飞速增长，远远地甩开了标普500和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标普500跑得慢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包含的公司领域极度分散，科技成长股的比例很少，所以速度慢，但是稳定。而巴菲特的伯克希尔也会在大多数的牛市里跑输因为他不追逐热点和高估值的成长股。前2天有一个图特别火，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网友们拿牛市女神木头姐，也就是 ARK 的基金和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去做对比，你会发现重仓科技股的 ARK 会在牛市里头飞到天上去，那在熊市里你会倍感煎熬。这和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在牛市里头慢慢的涨，在熊市里头依然慢慢的涨，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大家发现没有？这像极了我们小时候听过的故事《龟兔赛跑》。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你们是更喜欢像纳斯达克一样的波澜壮阔，还是更喜欢巴菲特版的稳稳幸福？评论区留下你的选择。而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主流的优秀定投标的只是适合的人群不一样。标普500更适合绝大多数普通人，尤其是那些希望长期投资、追求稳定、不懂经济也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去研究的人，因为它足够的分散，长期跑赢通胀，并且让你的财富缓慢的增值而纳斯达克100更适合那些个相信科技会创造财富、风险承受能力强、可以持续的定投、投资时间可以拉很长的年轻人，它可以作为你资产增值的加速器但是如果你会因为30%的下跌就睡不着觉，影响你正常的生活，那它就不适合。而如果你是巴菲特的粉丝，并且你欣赏巴菲特的投资哲学，愿意长期的持有一家公司，不喜欢追逐热点，希望稳定的盈利，那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就很适合你。这里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巴菲特已经卸任了，未来公司的独特性可能因此而下降但公司庞大的现金储备和投资文化依然是它最强大的护城河。我们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定投选择了。如果你还在犹豫，不知道选哪个，你可以构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投资组合，比如把你想定投的60%放在标普500里面，把30%放在纳斯达克100里面，把10%放到伯克希尔，或者根据你自己的年龄和风险偏好进行调整。越年轻，纳斯达克的比例就可以越高；
越接近用钱的时间，稳健的仓位就应该越高，这是我的经验啊。好，我们现在聊一聊具体如何定投。因为大家知道指数是不能直接投资的，我们必须选择一个跟踪这个指数的基金啊。首先，你如果有一个可以直接投资美股的账户，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去定投对应这个指数的基金啊。比如说对应标普500的主流基金有先锋领航的 VOO 和黑石的 IVV。我们知道买基金都有管理费，而这两个基金的管理费极低，在0.03%左右啊，对长期定投的投资者是非常的友好。那如果你想定投纳斯达克100，那它对应的基金就是 QQQ， 这个是最知名的，或者是 QQQM， 这两个的费用分别是0.2%和0.15%。其他的基金可能比这两个费率低，但是流动性不如这两个好。那么如果你想选择包含了3000只股票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 ONEQ 是最主流的选择，费率在0.21%左右啊。而巴菲特的伯克希尔是不需要你去找基金定投的，你可以直接去定投他公司的股票就可以了，代码为 BRKA 和 BRKB， 这两个除了价格以外完全是一样的。BRKA 的价格是75万美金一股，因为它没有拆分过，而 BRKB 是拆分后的价格500美金一股，对普通投资者非常的友好，而且流动性是最好的。总的来说，在定投的时候，优先选择规模大、跟踪误差小、费率相对低的基金，然后设置自动扣款，尽量的减少人为干预，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规避情绪化的这种问题啊。而且我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使用杠杆，因为定投本身就是用时间在换空间，加杠杆很容易在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爆仓被踢出局啊。好，投资路上最贵的教训往往是恐慌时卖出，在狂热时加仓。历史一次次的证明，真正赚到大钱的人往往是稳定定投穿越牛熊的长线投资者，而这就是为什么定投是普通投资者最好的选择。今天的内容很长，建议你先收藏起来，需要的时候多看几遍，尤其是在危机时他们各自表现的部分，对照你自己的情况，认真的想一想自己到底最适合哪一个，以及如何搭配属于你自己的组合。评论区里告诉我你的观点或者你的困惑，我会尽力的回复。你的观点可能会成为我们下一期讨论的主题。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不要忘了点赞、订阅、收藏、评论，我们下期再见。